主席，哦，换杯茶吧。哎，浪费了可惜呀。再说，这茶叶渣子清凉明目，好东西啊。主席，我国在海外的学者和留学生，归国热情很高啊。根据主席的意见，我拟定了一份文稿，代表党中央和人民政府，邀请他们尽早回国。好啊，我看可以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向全世界广播，把我们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迫切希望带给他们。少奇和朱老总来了。少奇老总啊，你们来的正好。我们正在说给海外的专家学者、留学生发出邀请，请他们回来建设新中国。主席的想法很好啊，现在是百废待兴，我们正缺少人才。父亲，毛泽东他……刚才夫人已经从美国打来了电话，美国根本不会承认他毛泽东这个政府。他毛泽东虽然打下了江山，但天无绝人之路。你要记住，打江山易，守江山难呐。他毛泽东想要吃掉台湾，就必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反攻大陆了。父亲，听说美国在核武器的研究方面也有许多我们中国的专家学者。是啊，此人就叫赵忠尧，还是浙江诸暨人，中央大学的教授，核物理专家。此人不简单呐。1930年，他在美国做实验的时候，就有个重大的发现，当年还差点获得了诺贝尔奖。1946年，以观察员的身份去美国比基尼岛观察原子弹爆炸的试验。这么说，他是第一个亲眼见过原子弹爆炸的中国人。不仅如此，当年我们也有过研制原子弹的计划，美国人也答应帮助我们。他赵忠尧就是这个研制计划小组的成员之一。那后来呢？可惜啊，后来战事紧迫，终究不得不放弃研究原子弹的计划。不过像赵忠尧这样的人才，我们绝不可再放弃。父亲，我明白，我马上派人去美国，把赵忠尧他们弄到台湾去。不光是一个赵忠尧，蒋百里的女婿钱学森，还是一个导弹专家。像这些掌握着尖端科技的人，一旦如果回到大陆为毛泽东所用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呀。大陆在军事上，他毛泽东暂时是胜利了，但是现在在争夺人才的这场战争中，我们绝不可再失败。我听说在美国呢，有一批海外学子正在潜心地研究导弹、原子弹等尖端武器，那可是一批精英人才。比方说赵忠尧、钱学森等等。如果我们拥有了这批人才的话，就可以控制国防科研的制高点。蒋介石方面也通过各种驻海外的机构，不惜代价地争取这些人去台湾。还有一些反华的政府，特别是美国，他们也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，争夺很激烈呀。这同样是一场战争，无论多么激烈，我相信他们都会回来的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是啊，我们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是有赤子之心的。是啊，有主席和中央的决心，
我相信，蒋介石既然在军事上失败了，在争取人才上也必然失败。这件事就由恩来具体落实。新中国诞生的喜讯传到海外，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欣喜万分。著名空气动力学家、火箭专家钱学森和物理学家赵忠尧等人更是激动异常。今天是公历的10月6号，也是农历的中秋节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6天了，在大海的另一边，4万万同胞也正在莆田同庆。我们这些海外学子也终于到了可以施展才华、报效祖国的时候了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在我们的祖国家家户户都团圆的日子里，我们更加思念亲人。我们中国儿女的心是连在一起的，这面5星红旗把我们的心和祖国连在了一起。大家请看，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让我们在这儿祝福我们亲爱的祖国。我提议，我们应该尽快设法回到祖国去。是，马上就行。来，干杯！海外同胞们，出国留学的专家教授们，莘莘学子们，我代表党中央、中央人民政府，真诚邀请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学子回国参加建设。祖国在期盼，5星红旗在呼唤。应周总理代表党和政府向全世界广播，欢迎像我们这样的海外学者和留学生归国。新中国真是新气象啊！总理亲自讲话，知识分子有用武之地了。周总理的话亲切诚恳，句句都讲到我的心坎上。我真想现在就回到大陆，亲眼看看祖国的新生面貌。学森，你不是跟周尧先生已经商量好了吗？抓紧时间行动吧。等会儿钟尧先生要到家里来吃饭，我们再仔细合计合计。那我现在就去准备行李。看把你急的，归心似箭。好，现在就动手。来，赵先生。哎，你小心点，小心点。知道了，赵先生，这些仪器部件都是你的宝贝。是啊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就是咱们新中国物理研究的宝贝了。赵先生为了搞到这些部件器材，花了多少心血？是啊，我想回国以后啊，建成咱们第1台静电加速器。有了这些宝贝啊，咱们新中国的核物理研究就可以起步了。对。学森。哟。学森呢？他在厨房呢，你坐吧。他这个火箭专家怎么干起这行了？你不知道，学森呢，他是我们家的大师傅。是吗？学森。还有你不知道的呢，蒋英啊，还是我们家的童养媳呢。此话怎讲啊？据我所知啊，人家蒋英是女高音歌唱家，那名气啊可不比你小啊。1947年5月，人家蒋英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演唱会，钢琴名家马果斯基教授伴奏，那轰动一时啊。怎么成了你们家的童养媳了啊？我们两家呀是世交，我的父亲跟他父亲蒋百里先生是情同手足。蒋百里先生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啊，那是我国著名的军事家嘛。他们家有5个女儿，我们家只有我1个男孩。我的父母非常想要一个女儿，见蒋英聪明伶俐，就恳求他的父母把她过继给我们。所以蒋英当过我妹妹，她还改过名叫钱学英。哎呦，照你这么说，你们俩可是青梅竹马呀。其实我们俩待的时间也不长。后来我父母想我了，就把我接回去了。他临走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就跟他父亲说：“你这个老三呀，活泼可爱，
将来一定要当我们家的儿媳妇儿。当时他的父母就表态了，门当户对，我们赞成。你们俩的婚姻还是父母之命啊！也不全是，后来我跟学森就有通信了。啊，来，为你们美满幸福的婚姻来干一杯！好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今天找你啊，就是为了这个事。仪器的配件器材我全都装箱了，轮船公司也找好了。尽早托运回国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好，我尽快去安排。现在国内有许多地方还有战事，陆地上的事情我们是自己可以解决的，但是我们必须要争取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和海军，用于保护我们的领空和领海，不受任何敌人的侵犯。这就需要苏联的帮助啊！是啊，除了军事上的，新中国要尽快的发展经济。只要在经济上有了强大的基础，那么其他的事情呢，都好办。少奇同志说的对啊，首先要使自己强大起来。主席啊，我们要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，首先必须废止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切旧的条约和协定。我想啊，首先必须确立新中国的国际地位。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旧中国的李鸿章，也不是北洋政府的什么曹锟、吴佩孚，更不是只晓得打内战的蒋介石。友好条约要签，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，但是不可以放弃原则。主席在出访的时间上是怎么考虑的？宜早不宜迟啊，今年年底前一定要去。我看就在12月初吧。主席，苏联的冬天可是很冷啊，有时能降到零下40多度，比咱们东北还要冷。我们都是爬过雪山的人，怕啥子嘛？主席毕竟是56岁的人了，年龄不饶人呐。56岁，正当年呐。再说斯大林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，他冬天不是也没离开莫斯科吗？激动，万能潜伏台密电。什么内容？毛泽东可能离开北京，坐专列前往莫斯科。你看，毛泽东访苏这么重要的情报，你怎么才给我送来？我也是刚刚得到，我觉得不晚。只要毛泽东的专列开出，我们就会有机会。这么说，毛局长给毛泽东准备了什么礼物吗？是啊，我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。哦，这么说，就是在铁路线上埋上一个炸药包。毛局长的计划可能是很周密呀。我已经拟定了一份非常周密的计划，只要我们在北平的电台能够得到专列出发的准确时间，那我们就有机会让他的专列粉身碎骨。好，但愿这次毛局长能为我们立一大功。主席啊，这是让聂荣臻、罗累卿、李克农、艾英等同志一直送你到中苏边境城市满洲里，一路上可以照看一下您了。那我就先行一步了。
别动！干什么呢？肚子疼。肚子疼？肚子疼跑铁路上来干什么？一看就不是个什么好人。走，跟我去趟派出所。兄弟，杨副部长，前副台给台湾保密局发送的密电破译出来了。哦，上面说什么？毛泽东可能离开北京，坐专列前往莫斯科。情报准确吗？准确。毛主席一出发，他们就知道了。看样子这前副台的本领不小啊。他们得知主席访苏的情报，究竟要做什么呢？喂，我是杨奇清。什么？炸药包？说清楚点！在北京和天津的结合部杨庄车站，那可是毛主席访苏的必经之路啊！这是敌人有计划的行动，请你们在这个地区严防死守，加强警戒，绝不允许有此类事情再发生。鲍首长，这是今晚在案发现场发现敌特分子埋的炸药，重约10公斤，同时发现2具尸体。你们要紧急组织力量侦破此案。主席的专列再过2个小时就要经过这里，你们一定要保证绝对安全。是，誓死保卫毛主席安全。爸，躺下睡一会儿吧。啊，阿英，你先去睡吧。我年轻，不困。年轻人才容易犯困嘛。爸睡了我就睡。哎，阿英，明年春上，你和安庆回湖南去，看看你外婆，给你妈妈扫扫墓。哦，另外，把这2张纸烧了。堆来枕上愁何状？江海翻波浪。夜长天色总难眠，无奈披衣几作数寒星。笑来百念都灰烬，生有离人影。一口残月向西流，对此不抛眼泪也无忧。这是爸爸写给妈妈的。还有一首，是我抄的古诗。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山无陵，江水为界，冬雷阵阵，夏雨雪，天地合。乃敢与君绝。爸爸对妈妈的感情，就像诗里写的一样。开会之死，百神莫属啊！爸，毛泽东已经到了莫斯科。
你是要告诉我，你们的行动又失败了？是不是这样就认输了？现在还为时太早啊！下一步我已经有周密的安排。那毛泽东去了苏联，他总是要回来的。那好，我就静待你的佳音。是。另外，让万能潜伏台一定要搞到中共的机密情报。是。怎么样，毛泽东同志，到莫斯科来，这一路上辛苦了。总会遇到点小麻烦，尤其是台湾的蒋先生很关心我此行啊。不过我们已经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。请坐。但是蒋先生的那一套，对您可是从来都没有起过什么作用。虽然不起作用，可他还要搞下去。不甘心失败，我毛泽东只好奉陪啊。斯大林同志，您说是不是啊？我在很早之前就听说毛泽东同志是个非凡的领袖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，毛泽东同志。既然今天您到莫斯科来了，那我们就好好的谈谈吧。斯大林同志，新中国刚刚成立，百废待兴啊！我这次来，希望苏联方面能够在国防和尖端科技方面提供帮助，特别是人才方面的培养。我们正在鼓励海外的学者、留学生归国，参加祖国的建设。如果苏联方面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人才，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。既来之则安之。我准备在莫斯科住些日子，先跟斯大林同志谈一些原则性的问题，具体的等周恩来同志来了再谈。父亲，据美国方面的情报，钱学森、赵忠尧等一大批在美国留学的专家学者们，受到中共蛊惑，准备离境返回大陆，投奔共党。他们当中有一大批是从事研制核武器和导弹等尖端军事技术的。周恩来前几天还通过广播电台号召他们回国建功立业。10月1日，在广州那天，我就提醒过你，要与中共争夺尖端的科技人才。你们为何还不抓紧时间呢？是，父亲，我们马上采取行动，争取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，阻止他们返回大陆。这件事务必得抓紧。我马上跟美国的情报机构联系一下，让美国的那些反共力量出面，对政府施加压力。金国啊，你应该和毛局长多学习学习，他知道怎么借力打力。是，父亲。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下，美国政局发生巨大变化。参议员麦卡锡多次发表演讲，在美国国内掀起了反共狂潮。作为美国火箭研制的领军人物，钱学森首当其冲。早上好，对不起，教授，我通知你，从今天起你不能到这个实验室工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接到命令，您的国家安全许可证被吊销了，教授先生，我感到非常的遗憾。那么你能告诉我你们美国政府的理由吗？他们说喷气动力实验室是国家机密，所以很抱歉。学森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美国当局取消了我的国家安全许可证，我连实验室都不能进去了。他们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呢？他们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，跟他们讲理是没有用的。我已经去找过杜布里奇主席了，向他提出回国。那也能这样吗？
英，对不起，刚生下永贞不久，应该多休息一段日子。学森，我说过了的，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会支持你的事业。你放心吧，再苦再累，我都不怕。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可爱啊？你呀，那是你想女儿想多少年了，现在终于让你盼到了。我现在有儿有女，也算是有福了。本来这生活是很美满的，但是现在都变味儿了。我的事业是在美国取得的，对他充满了情感，可是没有想到，这个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度，竟然会对像我这样的一个科学家下手。来，这个，钱学森辞去加州理工学院教职和喷气动力实验室主任职务，同时，他准备以探亲的名义转到加拿大回国。钱学森来到五角大楼，向海军部次长金贝尔辞行。钱先生，我知道你最近有麻烦，我们是老朋友了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。谢谢次长先生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道别的，我已经准备动身回国了。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已经被政府吊销了安全许可证，被联邦调查局查问，还被指控为共产党，信件被拆封，电话被窃听，你还会认为我是在开玩笑吗？我不认为你是共产党员，我也从不认为你有什么地方对政治有兴趣。听我说，你不能离开美国，你太有价值了，你应该留在加州理工学院。次长先生，你很清楚，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，他们正在罗列我间谍的罪名，因此我决定回国，因为我是中国人，我不愿意制造武器杀害自己的同胞，就这么回事。钱先生，请你冷静，吊销国家安全许可证的问题也许需要澄清。你先到加州理工学院数学系任教，我会请律师让他帮你解决麻烦的。既然我已经决定马上回国了，这些都不需要了。可是，钱先生，你再考虑一下吧。次长先生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这件事儿就没有可商量的余地了。再见。那好吧。不能让他回红色中国。喂，司法部吗？对，绝不能放走钱学森。对，他知道的太多了。对，无论他在哪里，他都抵得上5个师。金贝尔那句日后为世人所共知的话，钱学森抵得上5个师，就是在那时候喊出来的。确实，钱学森对美国来说太重要了。他是世界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的得力助手，又是美国火箭领导4人小组成员之一。他的大脑里装着太多重要的技术信息，这些东西又何止是5个师？第二天，钱学森从华盛顿飞回洛杉矶，刚踏入自家大门，美国移民规划局的总稽查朱尔就拦住了他。你是钱学森先生吗？是，有什么事？请你回去。你干什么？美国司法部驻移民规划局执行法官兰敦签署的命令，不准钱学森离开美国。海外侨民回归自己的国家是天经地义的事，美国政府无权干涉。更何况，美国是一个号称自由、民主、保护人权的国度，竟然做出这种事，岂有此理！钱学森先生，美国的自由和人权对你是个例外，因为你的脑子里装的都是我们美国的机密。是，我的知识是曾经帮助过美国，但是它不是美国政府的私有财产，你们无权剥夺。更何况，我现在已经买了机票，
我的行李也都装上轮船，准备托运回国，你们不能阻止。美国司法部的命令你也敢违抗吗？钱先生，我劝你仔细瞧瞧，凡是在美国受过火箭、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准离开美国，听明白了吗，钱先生？我抗议这个践踏自由和人权的行为。你会明白这个抗议的后果的，钱先生。哼！哎，等等，你们给我停下！哎呦，请问二位，你们这是联邦调查局？哎呦，调查员先生，你们可能是误会了，这些都是我实验用的器材和一些个设备，他们不能生产原子武器。你们中国人都很狡猾。打开，好，快！哎喂！这些是什么东西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你们看得懂吗？我们看不懂，不过会有人看得懂的。杜蒙德教授，为了美国的利益，我们想请你帮助我们去鉴别一些仪器部件，希望你能配合我们。没问题。好，请。嗨。杜蒙德教授，你是赵忠尧教授的同事，也是原子物理专家，更重要的是，你还是一个美国人。我想你懂我的意思。我知道，我会对我说的话负责的。调查员先生，我想你们错了。这些东西确实是实验用的器材，但是它们跟原子武器没有任何关系，绝对没有。您肯定？是的，我肯定。我以一个专家、负责任的态度告诉你们，我肯定。调查员先生，既然杜蒙德先生做了证明，这些东西是不是让我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我很明白，不能让你们全部把他们运走。你，哎，小罗，跟强盗讲理是没用的。教授先生，我给你个忠告，也许你是有1000条路可以逃离美国，但我劝你一条也别试。假如你试图离开，我们将开出5000美元以下的罚金，你也可能承受5年以下的徒刑，或同时承受2种处分。所以，请你自重。第二批接济款，港币2500元已汇出，由港汇季小姐转收，余款设法续汇。保密局嘉奖，由中尉台长升为中校台长。季兆祥的这个秘密电台，就是集情报、报务、译电、台长4职于一身的所谓的万能潜伏台，它是保密局安插在北京的一把利剑。我们现在必须通过各种侦查手段来侦破这个案子。部里决定，这个案子具体就由你来负责，有困难吗？此案关系到毛主席的安危，即使有再大的困难，我别无二话。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取得重大成果，周恩来也飞赴莫斯科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克里姆林宫签字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，震撼了全世界。经过缜密侦查，我公安部门根据台湾保密局从香港汇过来的活动经费这条线索，顺藤摸瓜，终于掌握了潜伏特务季兆祥的基本情况，案情获得突破性进展。杨副部长，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毛主席很快要从莫斯科回来了，我想这个时候敌人肯定会加紧部署，而且保密局和季兆祥之间也会有密电来往。你们的任务就是用测向车紧密搜查，一定要把他给挖出来。走，现在就走，向李克农同志汇报。走。
从敌人来往的电报上看，他们是想趁主席回国之际，搞一次大的阴谋，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李部长，我认为他们的目标是东北，而且就在铁路线。这一手我早就考虑到了，我已经通知哈尔滨公安局，加强铁路沿线的安全。你们公安部派一支精干的队伍过去，粉碎敌人的阴谋。李部长不愧是当年的龙潭三杰情报高手啊，你早就料到了呀！好汉不提当年勇啊！李部长，季兆祥什么时候抓捕啊？明天上午行动。来了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解放军同志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季兆祥，把你的电台交出来。电台？哎，什么电台啊？走！哎，上！哎，这。曹科长，发现正油器，但没找到电台。首长，我说了，我家没有电台嘛。季兆祥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哎，这，你最好老实交代。都搜过了，没有发现电台。都搜过了，没有发现电台。小郭，看见牡丹了吗？牡丹，把它给我摘下来。是。季兆祥，你家的牡丹图很漂亮啊。小郭，到，把电台报来。是。季兆祥，你们的密码我们早就破译出来了。啊，你和你的主子毛人凤还不知道吧？曹科长，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？报告李部长，我们搜出一部电台，还有手枪和密码本。收获不小啊。他就是万能潜伏台的台长季兆祥。毛人凤要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我看，我们也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。我有罪，有罪。我来是看你这位上校台长的发报技术。你就用这部电台，使用你们原来的方式，
给你们的保密局长毛人凤拍个电报，如何啊？啊，愿意效劳，愿意效劳。时间已过，为什么万能潜伏台没有消息？局座，会不会出什么意外？意外？不可能。凭共产党那点技术力量，他永远也破不了万能潜伏台。毛人凤，任你精心策划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潜伏的万能台，发报只有2、3次就被我们侦破了。我们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，有雄厚的群众反特力量，你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。局座来了。我告诉你，给你讲话的叫李克农，你听着，你先寄人篱下，好景不会长久。你若率部归降，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。再告诉你，发报的报务员正是万能台的台长季兆祥。李克农啊，李克农，老子跟你没完，没完！回家了。这一次，我们是满载而归呀！我看主席呀，已经是归心似箭了。还是家里好啊！看看这北国风光，我就觉得亲切。主席的那首诗用在这里是最贴切的。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欲与天公试比高。主席这首诗的后2句就更精彩了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这个风流人物，就是我们共产党和全国的劳动大众。有了这样的中流砥柱，必能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呀！就在中国人民准备甩开膀子建设新中国的时候，朝鲜战争爆发了。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变迅速作出反应，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，对朝鲜城市实施狂轰滥炸。随后，美国把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，以武力威胁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。美国操纵联合国，组成以美军为主导的联合国军入朝参战，我看对朝鲜人民军是很大的考验呐。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美国派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，阻止我们解放台湾。如果再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，我们新生的共和国，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，我就不信美国人能够把中国一口吞了，他没这个胃口。未雨绸缪啊，我们还是要早做准备啊。朝鲜跟中国唇齿相依，唇亡齿寒呢。如果美国胆敢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，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，相反，还要跟他斗一斗。中美关系在急剧恶化的同时，成百上千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也在积极行动，准备冲破阻力，回归祖国。好，再来一张。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，年仅26岁。他的圆圆脸上始终带着孩子般纯真的笑容，所以大家都叫他娃娃博士。请进。贝哈尔教授，祝贺你提前获得博士学位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贝哈尔教授，很感激你对我的栽培，
我准备带你去英国的。我相信，以你的年轻和才华，今后将大放光彩。教授，对不起，我可能不能跟你去英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买了回国的船票，我的祖国需要我。太遗憾了，虽然我为你感到惋惜，但我还是支持你的决定。谢谢教授。对了，刚才博士论文的答辩真是太激烈了，因为我已经买好了8月29日回国的船票。哦，邓，你真是个神奇的年轻人。难道你早就知道今天能拿到博士学位？那是因为我已经没有退路了，这个日子是我回国的最好机会，所以我一定要取胜。邓，了不起啊！你的人生道路是明确的。我相信你回到中国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。老同学，我明天就要回国了，可我觉得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呀。行啊，说吧，反正我今天是打定主意守了这部电话机了。谢谢你啊，大头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老叫你大头大头的习惯了。你是我的学长，我在美国能顺利完成学业，跟你的帮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。哎呀，老韩，你说什么呢？咱俩谁跟谁啊？可我现在有个预感，我觉得我这次回国之后，我们可能会有很长的时间不能见面，甚至不能打电话通信。哎，老韩，人家都说你这个娃娃博士从来都是乐天派吧，怎么也老气横秋起来了啊？哎呀，你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，我爸和你爸他们经常唱的那首歌吗？记得。那个时候我们还经常跟着一起唱呢。我明天就要回国了，你能跟我一起唱吗？就当是我们离别的纪念吧。嘉贤，你这次回国是报效祖国，唱这首歌太适合你了。好啊，我和你一起唱。中国男儿，中国男儿，要将只手撑天空。水是千年，水是千年，一幅真比万古雄。长江大河，亚洲之东，和滚滚夜夜长征，烈火之国，血火永梦，黄旗是周身英雄。光复越国，换国来攻，绝不骄子无从。他们还在吗？看样子他们是不会离开了。现在他们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，我们已经走不了了。那我们的行李怎么办？赵先生还说明天来帮我们搬行李呢。我就不信这个邪。明天咱们行李照装。我就是要向美国政府表明，我钱学森非回国不可。我听你的。赵忠尧、邓稼先等100多名留美学者、留学生登上威尔森总统号回国。钱学森被禁止离开，但他把行李和书籍装上船，准备先期运走。联邦调查局一定是来检查行李的。我们奉命检查，把箱子打开。这些是什么？这些是我的笔记本和我的书，难道他们犯法了吗？哼，是吗？我看这里面一定藏有机密材料。我是接触过机密材料，但是那些研究火箭的机密，我把它们都放在了加州理工大学的实验室里，钥匙也交给了院方。请说两句吧。说两句吧。大家看看。这个狡猾的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，他就是共产党的间谍。钱学森的800多公斤书籍笔记被扣留。这场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安排的闹剧，意图很明显，就是要把钱学森送进监狱。
你怎么了？我今天心里很乱，像出什么事儿似的。报纸上众口一词，都说你是中国间谍，美国当局下一步可能要采取行动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心里要有准备。虽然他们根本拿不出证据来，但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现在的美国当局，什么疯狂的举动都做得出来。开门，开门，快开门！我去吧。夫人，我要见钱先生。钱先生，跟我走一趟。请稍等。许森，临出国的时候，我父亲给了我一本《论语》。在美国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没有时间好好读，正好利用这个时间读这本书。钱学森遭到逮捕，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进美军特米纳岛监狱。钱学森受到非人的折磨，狱警不让他睡觉，每隔10分钟开一次灯，1个小时进来吵嚷一次。钱学森进了监狱，光共产党间谍这条罪名就够他受的。可惜，让赵忠尧溜了，让此人回到大陆，后患无穷啊！哼，他跑不了。据可靠情报，威尔森总统号将在日本的横滨停留。哦，你去一趟日本。好，局座，我明白。香芝啊，你是保密局的头1号行动专家。此次行动务必马到成功。局座放心。去吧。哎。赵忠尧、邓稼先等人乘坐的威尔森总统号轮船途经日本横滨时，突然遭到美国宪兵的搜查。他们是冲着赵忠尧来的。这3间屋子都是理工学院的学生，这第3间就是赵忠尧住的。看你的了。走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就是赵忠尧吗？是。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单抓加州理工学院来的人吗？不知道。钱学森已经在美国被拘留了，你们几个被指控与钱学森的案件有牵连。马上带走！是，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！我抗议！抗议！走！走！我们抗议！快走！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！走！赵忠尧和生物学家沈善炯，还有钱学森的学生罗时军，被关进了美军在日本的鸭巢监狱。我此行来到东京，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，请陈秘书长大力配合呀！叶处长尽管吩咐，我全力效劳。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的电报。明天，你拿着这份电报，到监狱去见赵忠尧。你们要对他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啊！我听说，这个赵忠尧啊，在狱中极不配合，恐怕……先给他来点软的。他如果不吃这一套，那么我们再跟美军商量，再给他来点狠的。
赵先生受苦了，我代表中华民国，代表蒋总统向你问候。美国当局对你们这个案子看得很重，你们这样硬顶着没有好处。但是如果你们回美国或者改去台湾，那事情就好办多了，我们可以马上为你们进行联络。这么说，你是来当说客的？哎，你是个人才，蒋总统亲自下令，请你去台湾，不知赵先生意下如何？我不去台湾，更不会去美国。我要回大陆。赵先生，你可是从国民政府派出去的人，理应为政府效劳。现在，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们要回去的地方是北京。更何况我的家也在那里啊！赵先生，先别忙，你要回去，共产党恐怕不会有好果子给你吃。哦，对了，你的老朋友，现在台湾大学的校长傅斯年先生，专门为你发来电报，我念给你听。望兄台来台共事，以防不测。傅斯年。他还特意聘请你和沈先生、罗先生为台大的教授。谢谢傅先生的好意，可我实难从命。赵先生，你就不再考虑一下？如果这样，你的后果……我都考虑过了。你们就是关我一辈子，我也绝不去台湾。哼！赵忠尧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走着瞧！备车厢，站好。赵先生，他们要枪毙我们吗？哼，就是死，我们也不去台湾。别说话了，转过身去。哎呦！美国政府非法扣押了钱学森和赵忠尧教授，激起了全世界正义的科学家的强烈抗议。李四光先生代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，分别致电联大、世界各科学工作者协会，同时直接致电杜鲁门总统，提出了严正的抗议。抗议宣言，我们在新华社、人民日报上，我们都发了。我认为，在声势上，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，最好是号召著名科学家和大学教授联名发表宣言。好，这件事就由吴老你来牵头吧。好，我和吴老商议，我们有个建议。赵忠尧原本是中科院的研究员，现被美军扣押期间，院方应该给家属发放生活补助费。还有，钱学森教授，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。好，这个提议很好。今天我们院务会议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。赵忠尧还没有回国，我们中科院已经聘请他为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。我认为，我们中科院从这个月开始，应该按照1级研究员的工资标准，给其家属按工资总额的70%发放救济金。对钱学森，我们中科院现在就聘他为研究员，其待遇跟赵忠尧一样，以同一标准给其家属发放救济金。对呀，这是一场人才争夺战呐。总理一再交代说，我们一定要打赢。在中国政府和各国科学家的严正抗议下，赵忠尧、沈善炯、罗时军被关押一段时间后，终于得以释放。就在此时，朝鲜战局急转直下，
美国果然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。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气概，正式发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，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主席，啊，彭老总来了，来。哎，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，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呀！一声令下，三军出动，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生命。打得好没得说，打不好，危及国内政局，甚至丢了江山。哎，那我毛泽东对历史、对人民就没法子交代。主席，我快人快语。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和台湾，他想发动战争，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。彭老总啊，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，有什么困难吗？主席，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了解的，我服从中央的决定。好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这一仗坚决打，哪怕美国丢原子弹，我们也要打。美国人拿原子弹说事，老子听不懂，照打不误。谁敢横刀立马，唯我彭大将军。原子弹吓唬不了我们，我怀疑他将来是否还会用于战争。他在广岛的大爆炸毁灭了自己，全世界人民都反对他们。所以主席说嘛，原子弹也是纸老虎。彭老总啊，过几天你就要出征了，今天我请客，为你饯行。主席的送行酒，我一定要喝。都是湖南菜，到了朝鲜那可就吃不上喽。彭老总啊，多吃点儿。哎，在主席这里啊，我是从来不客气的。够劲儿。主席说的，不吃辣子不革命嘛。彭老总啊，我支持你革命到底，把这盘辣子统统消灭掉。谢谢主席。阿英啊，你在哪个单位工作？啊，北京机器总厂。工人对朝鲜战争有什么反应？大家都真正发动起来了，坚决要求支援朝鲜人民。不是发动，是正义的召唤。难道你要去朝鲜是我动员的吗？啊，主席，阿英她……你说吧。彭叔叔，你不是在招兵买马吗？我第一个报名当志愿军。安英想跟你去打仗，要我批准，我没这个权利啊。你是司令员，你看收不收这个兵吧？主席，这不是开玩笑吧？彭叔叔，我没有开玩笑，我已经认真考虑好几天了。阿英，现在国家最缺的是经济人才，你在工厂好好锻炼，也能干出一番事业来吗？可是，俗话说唇亡齿寒，户破唐危，美国佬都已经打到鸭绿江边了，我怎么能安心在后方工作呢？全中国的人民都已经动员起来了，我是主席的儿子，更应该第一个报名去朝鲜。阿英啊，我记得你结婚还不满1年吧？你们小两口商量好了吗？你可不能背着他呀。我们商量好了，思琪支持我。主席，我这个司令还是你封的吗？我哪能到主席家里招兵买马嘛？彭叔叔，你就让我去吧。在苏联的时候，我上过苏联士官学校、伏龙芝军事学院、列宁军政学校，我还当过苏联坦克兵中尉，参加过苏德战争。你的经历我知道，但是老彭啊，你就收下他吧。岸英会讲俄语、英语，你到朝鲜，免不了要跟苏联人、美国人打交道啊。既然主席都说了，那就让岸英当我的翻译官吧。岸英，你同意吗？彭叔叔，我100个愿意，只要让我上前线，干什么都行。
主席，让那些记者知道，这可是头条新闻呐！哎，还是不要让记者知道的好。要是传到杜鲁门的耳朵里，又要说我毛泽东好战喽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是很少喝酒的，这杯酒啊，就为你们送行了。祝你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好。来。新中国第一个国庆期间，年轻的作曲家王申在天安门广场被节日的气氛感染，心中升腾起了一支动听的旋律。五星红旗啊，迎风飘扬，胜利歌声多么响亮！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，从今走向繁荣富强。总理，这首歌很好听嘛。这首歌很好听嘛？是把指挥的老师叫过来。好。同志，你好，总理请你过去一下。哎呀，总理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孩子们唱的是什么歌啊？啊，总理，你看，这是我自己作词作曲，名字叫《歌唱祖国》。哦，能不能教我唱一唱啊？当然。歌唱祖国迅速传唱开来。他的歌声也深深感染了周恩来，他亲自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海内外播放这首歌曲。爸，爸爸。哦，安营思齐啊！爸爸，安英是来跟你道别的。好嘛，志愿军的军装都穿上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报告主席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随时等待命令出发。好啊，像个志愿军战士的样子啊！来，思琪，你坐。啊。你跟岸英结婚还不满1年，现在岸英要去朝鲜跟美国人打仗喽，你舍不得，我理解，我也舍不得呀。爸爸，我支持他。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，全国上下要拧成一股劲儿。我作为党的主席，作为国家领导人，自己的儿子不派他去朝鲜，那又派谁的儿子去呢？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，这不成口头革命派了？怎么能服人呢？爸，您的意思，我和思琪都懂。在延安的时候，你就说过。谁让我是毛泽东的儿子呢？安英，你从苏联留学回国以后，到农村工厂进行过劳动锻炼，就是没有当过兵、上过战场。青年人就应该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，要在战斗中成长。爸，您的话我都记下了。到了朝鲜战场以后，我一定杀敌立功。您说过，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。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。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，美国才有多少钢铁啊？
我们有多少钢铁？他们有原子弹，我们就没有。光说纸老虎是不行的，我们不强大起来，那他们就是真老虎了。爸，反正我不会给您丢脸的。朝鲜很冷啊，给安英多带点衣服，把你们结婚的时候我送的军大衣也带上。我知道了，爸爸。这红烧肉是特意给你加的，多吃点。爸爸，你也吃啊。阿英啊，来，多吃一点。现在要上前线了，我这个做父亲的关怀不够。哦，今天这顿肉我管够，啊，吃吧。许森，我来看你来了。许森，许森，你怎么不说话了呢？你说话呀！许森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坐下。姨，许森，他们怎么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了？你要说话呀！你一定要说话。你要挺住，你一定要说话，知道吗？人生当有品，如哲，如仁，如义，如智，如忠，如悌，如相。吾儿此次西行，非其素志，当清清然而归，灿灿然而返。人生当有品，如哲，如仁，如义，如智，如忠，如悌，如相。钱先生，你认罪了吗？吾儿此次西行，非其素志，当清清然而归，灿灿然而返。嘿，你在说什么？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话，叫我做人要讲忠孝节义。哼，钱先生的脑筋还在中国的古代啊。一个中国人，不论在任何地方，在任何时候，都不会忘了祖宗的教诲的。我听说钱先生在牢房里一直在读书，对钱先生的勤奋刻苦，我深表敬佩。这本书是我们中国古代大哲学家孔子的论述，这里面有一句话，我想把它送给典狱长先生，也送给美国政府。他说什么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们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知道的道理，在现在号称最文明的美国，他们一点都不懂。
人生当有品，如哲如仁如义，如智如忠，如悌如孝。加州理工学院院方和钱学森的同事们对美国政府的做法非常愤慨，他们募集了15000美金，把钱学森保释出来。受尽折磨的钱学森出狱时，体重下降了14公斤，并且一度产生了语言障碍，但钱学森还是顽强地挺了过来。他们整不垮我。学森，你又能说话了。我在监狱里学会了斗争。美国政府还是不肯放过钱学森，一面发布驱逐令，一面又将他软禁，定期接受审讯。你认为应该为谁效忠？我应该效忠中国人民。谁是中国人民？4万万5千万中国人民。你说的4万万5千万中国人民，是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吗？他们中有些人住在那里。你是美国培养出来的，为什么一定要回中国大陆？因为我是大唐的后代，我的一腔热血只图报国。虽然我在美国学习工作了15年，但是我以为我的根在中国。只有国民政府才代表中国。我再问你，你觉得你应该忠于中国的国民政府吗？我并不热衷于国民党，因为我没有看到他们为中国做好事。他们是这样的吗？我相信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。钱先生，你是个温文尔雅的君子，但是现在我相信你其实还是个死硬分子。谢谢你的夸奖，我深感荣幸。审问者在钱学森嘴里审不出什么罪证，只得继续将他软禁，试图摧毁他的意志。钱教授，请问你是共产党吗？我觉得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，因为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。钱教授，你想带往中国的资料里面有美国的机密吗？比如导弹、火箭方面的机密？这个问题，请你们去问你们的政府吧。你现在是不是受到了监视？我想有没有监视我，政府里的人应该清楚，你们应该去问他们。是什么原因使你受到监视的？这个问题，你们同样应该去问美国政府。谢谢。钱教授，别走啊，给我们说2句吧，钱教授。怎么样？现在白天黑夜的都有2个人在监视着。电话窃听、信件检查，动不动就派特务上门骚扰。美国政府真能干得出来？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和民主。我现在担心的是孩子们受到影响，白天黑夜的。现在白天黑夜的都有2个人在监视着。电话窃听、信件检查，动不动就派特务上门骚扰。美国政府真能干得出来？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和民主。我现在担心的是孩子们受到影响。永刚他刚刚开始懂事呢，白天黑夜都不能出去，生活在恐惧之中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让他们听贝多芬，听命运交响曲。贝多芬的音乐永远充满了力量，跟命运抗争。好听吗，永刚？好听。那咱们就开一个家庭音乐会。来。音乐，音乐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。
封地检察，不能让他回红色中国。他就是共产党的间谍。别出来！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，抗美援朝战役正式打响。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取得伟大胜利，歼敌1.55万余人，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，粉碎了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妄图于11月23日感恩节以前吞并朝鲜、结束战争的计划。叶子龙啊，你这是夺人所爱嘛？主席，这样对身体有好处。我毛泽东爱吃辣椒，人人皆知嘛。吃了一辈子辣椒也没什么问题。啊，好，我记住了。哎，主席，朝鲜前线打了大胜仗，您是不是一高兴又写诗了？对喽，刘亚子先生写了一首《浣溪沙》。搞得我是诗兴大发呀，喝了他一手。最喜诗人高畅志，郑和前线结英莲。妙香山上战旗夜。就在毛泽东写诗庆贺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几天，11月25日，掌握绝对制空权的美军派轰炸机轰炸了彭德怀的志愿军司令部，投下了几十颗凝固汽油弹。正在司令部作战室值班的毛岸英壮烈牺牲。进来。总理，子龙，你找我？这是彭总发来的。阿英他，总理，这事我不敢向主席报告，只有先来找您了。太突然了。主席怎么经受得了？安英平时表现那么好，主席很喜欢他。主席肯定很难受，这个打击太大了。我担心，主席难受是肯定的。总不让他知道也不是办法。这件事情是瞒不住的，可是现在主席正值指挥朝鲜战场的关键时刻，千万不能让他为此分心呐。再说主席最近身体不好，住在新六所。这样吧，子龙。等主席身体康复了，再告诉他吧。是。啊，子龙啊，有事吗？主席，朝鲜战场打了大胜仗，美军进行报复，派飞机用凝固汽油弹炸了志愿军总部。彭德怀同志安全吗？彭老总来电报了，他很好。
那岸英和总部的同志们呢？这次有牺牲，总部的作战室被炸，岸英他。主席，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？昔年遗留，一一汉难。今看摇落，凄怆江潭。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毛泽东独自承受失子之痛，这一年他57岁。毛岸英是他寄予厚望的儿子，他把悲痛深埋在心底。彭德怀因战事紧张，必须当面向毛主席汇报并请示工作。他向毛主席谈完其他工作后，详细地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。主席，您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，他工作十分积极。可我对您和恩来几次督促致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够重视，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，我应当承担责任。我和致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。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吧？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。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，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，就当成一件大事。主席，您也要多保重啊。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1000多架，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，要采取一切措施，保证司令部的安全。老彭。是，主席，请您放心。主席，岸英的遗物我都登记了，这是登记册，放那儿吧。主席，岸英的生活跟您一样朴素。大衣扣子掉了，我给他缝上。主席，您瞧，岸英的东西就放在我这里吧。天好的时候，别忘了提醒我拿出来晒一晒。是，主席。爸爸，你好吗？啊，我的娃。很久都没有见爸爸了，今天特地过来看看。
你还好吗？我很好。来，坐下，跟我讲讲学校里的新闻啊。学校里是有点新闻，但都是小事儿。哎，爸爸，我好久都没有接到安英的信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不是他变心了？他成天战斗在炮火里，只有想你，怎么会变心呢？可是没有接到他的来信，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哦，可能是战斗太紧张，工作太忙了，或者是朝鲜的油路被炸啊，或别的原因。总之啊，思琪，你要相信，安英是不会变心的。可能是我多心了。思琪，我有时候也想你开会妈妈，想我的2个弟弟泽民和泽清，想堂妹泽健和侄儿楚雄，这么多的亲人为革命牺牲，有时候我会悲伤，有时我又感到光荣。是啊，要革命就会有牺牲，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爸爸，我听安英讲过这些，也听我妈妈讲过，您不要太伤感了。思琪，你去见过李敏、李娜了吗？还没有，我现在就去。爸爸再见。直到3年后，抗美援朝取得胜利，毛泽东才把毛岸英牺牲的事告诉了刘思齐。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，美国政府不甘心接受失败，又记起了原子弹这个法宝。1950年11月，美军将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的航空母舰上，进行了核模拟袭击。美国总统杜鲁门是世界上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下达按下核按钮指令的人。1945年投在日本广岛、长崎的原子弹就是他的大作。1950年11月30日，面对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惨败，他再次萌生了按动核按钮这个可怕的念头。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？当然。几分钟后，合众社广播如下新闻内容：杜鲁门总统今天说，他已考虑同朝鲜战场有联系的原子弹问题。来讹诈我们！哼，杜鲁门要扔原子弹，我陈毅偏不吃这套。原子弹就能消灭我们中国人民吗？简直扯淡！陈老总发火喽！来，坐下说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1946年的8月6日，刚好是原子弹用于战争的1周年。美国女记者斯特朗来延安采访主席。斯特朗女士问我，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呢？我说，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，看样子可怕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当然了，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，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，而不是1、2件新式武器。主席的这段话从延安的窑洞传遍了全世界，成为流传于世的名言喽。对付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核武器，我们要有大无畏的精神。原子弹它是纸老虎，但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，光说纸老虎是不成的。我们不强大起来，那它就是真老虎。这就是主席经常讲的，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，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。主席啊，向来是举重若轻，这一次啊，我们更不怕杜鲁门这一套了。原子弹的威胁从美国人把它投到日本的广岛开始，就笼罩在我们头上，它是悬在新中国头上的一把刀啊！不打破它的威胁，我们就要一辈子受欺负啊！恩来说得好啊，我们不是唯武器论者，但是朝鲜战场的情况告诉我们，军事装备的落后
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这个教训是很深刻。主席说过，落后就要挨打。所以，我有一个愿望：将来搞我国自己的国防科技建设，我请缨上阵。我们头上悬着原子弹这个东西，不能视而不见。不怕原子弹，这是一条；可真正战胜这个东西，还要有实力，拿实力来说话。主席讲得好啊，讲到我陈毅心坎上了。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外国的一位友人说的。他就是约里奥·居里先生。居里先生不负重托，帮我们买回了一些研究原子能的仪器资料。前段时间通过核物理学家杨承忠同志带回国，他还给主席带回了一句话。居里先生说的这句话虽然简单，道理却很深刻。他说你们要反对原子弹，就必须掌握原子弹。居里先生热爱和平，同情中国，他是我们的朋友，对朋友的忠告我们要记取。代表了世界进步力量嘛，金玉良言呐。敌人越压我们，越讹诈我们，我们就越要有雄心壮志。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，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等条件成熟了再干。未雨绸缪是该有所准备了。主席下了决心，这件事由我来具体负责准备工作。将来我们不光要有原子弹，还要有导弹、氢弹，他们有的我们都要有。毛泽东的雄心壮志被居里先生的话深深激发，未来中国原子能和核武器的发展计划就这样在他心中萌生，并且在美国的一次次核讹诈下顽强地生根发芽。若干年后，随着原子弹研制的大幕徐徐拉开，毛泽东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又专门提起这件事。从某种意义说，来自世界的正义呼声也是中国决心上马原子弹的重要推力。钱所长，他们能不能猜到这些废铜烂铁是用来做原子能研究的？别说他猜不到，我看上帝都想不到，我们会这样白手起家，土法上马搞原子能研究。你说我们找遍了北京的旧货市场，还有什么垃圾场，还是有点收获的。帝国主义封锁我们，逼着我们从这些破铜烂铁里面找出有用的东西，自己动手来造研究的仪器。那是。彭黄武先生和于敏说要到天桥那边的垃圾场去找，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收获。找吧。来，拿着。进来。总理，应副同志，你找朱克哲院长谈过了？谈过了。他的意见怎么样？朱院长说，这搞原子弹要花大钱，动不动就上亿，而且还要召集一批专业人马，这没人可不行啊。是啊，朱院长这是内行话。现在第一个5年计划要不要列入原子弹研究项目，大家还有争论。抗美援朝正在进行，国内百废待兴，这种情况，我再找山强谈谈。原子弹当然不能一蹴而就，得从基础的研究开始。应副同志，你给我接三强吧。是，总理。钱三强同志吗？什么？他出去了？去哪儿了？啊，总理找他。好。总理，钱三强去废品收购站了。废品收购站？办公室的同志说，钱所长去废品收购站淘宝去了。
他们自己研制原子能研究的仪器，还需要一些零部件。哦，走，我们看看去。小鱼啊，你知道我最初的理想是什么吗？哲学。何以见得？彭先生，你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吗？非也，非也。本人的第一志向是做个木匠。木匠？那哲学科学双博士和物理专家还不够，难不成还想当个木匠博士？两位同志干什么呢？警察同志，我们找点东西。找东西？找什么东西啊？找什么东西也说不清楚。这么冷的天，我看你们也不像捡垃圾的吧？你们在这儿搞什么名堂？警察同志，我们从事的是一项机密工作。机密？开什么玩笑？糊弄谁呀？我们有证件。没带吧？走，跟我到派出所说清楚去。三强啊，总理啊，我打电话找你，您怎么来了？办公室的同志说你到废品收购站去了，怎么样？淘到什么宝贝没有？还行，有点收获。哎，小邓，来啊！总理啊，这是小邓，物理化学部的副学术秘书。哦，知道。你可是三江同志的得力助手啊，年轻有为啊。总理，小邓内秀实在，就是比较腼腆，你看，脸都红了。小邓啊，你这个美国普渡大学的娃娃博士真像个大娃娃。可是你肚子里的墨水不少啊，搞研究是把好手啊。君子敏于行而纳于言，我们搞科学研究就需要这样的踏实精神。来，总理，里面请。好，总理啊，来喝水。坐啊。三强啊，你们搞原子能研究，跑废品收购站，建仪器部件，太艰苦了。以后在经费方面，中央可以考虑给你们增拨一点。总理啊，主要还不是经费的问题，外国对我们实行封锁，关键的仪器设备进不来，必须自己动手再添一点。到废品收购站，主要是找一些可以加工的零部件。自己动手，从头做起，这也是一条路子啊。我们研究所现在的家底，一是赵忠尧从美国回来时带回来的一些分散的器材和部件，二是呢，有托约里奥居里先生采购，有杨承宗带回来的仪器和资料，三是我们原有的那点家当，三者合起来少得可怜，所以必须自己动手再添一些。人才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啊？总理啊，我们研究所已经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人才，像国际上知名的原子能专家赵忠尧、彭桓武、王淦昌等人，年轻的有邓稼先、于敏他们，有些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了。三强啊，你可是领军人物啊，一定要把他们带好啊！总理放心，我一定会照办。我们的国家底子薄啊，搞原子弹研究是尖端科学，困难很大。但是困难再大也要搞下去啊，这是中央和主席下了决心的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先从原子能研究的基础做起。总理啊，赵忠尧从美国回来时带回来一批静电加速器的部件，希望尽快的装配起来。有了静电加速器，我们原子能研究就可以开展起来了。好，这件事中央全力支持你们。可是总理啊，我们研究所目前没有地方啊。这没问题啊，你可以选择一下，物色一下，找到合适的地方给中央打报告。不瞒总理说，地方我已经看好了，北京房山的驼岭那边比较合适。原来你心里早就有谱了嘛。好，这件事情
就这样定下来了。好，谢谢总理。啊，你先电话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你们在派出所？对不起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我说嘛，我是研究所的，你们硬是不信。这不，我们钱所长亲自出马了吧？何止是钱所长啊，总理都来了。总理，总理，彭先生，小于同志，总理您好，你们受委屈了。总理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你这个大博士进了派出所，我当然要来看看喽。实在对不起，是我们出了岔子。这也不能怪你们，我们这个样子怎么样都不像捡垃圾的。警察同志的警惕性很高嘛。不打不相识嘛。我跟这位所长同志交代过了，以后你们到他的辖区，提供一切方便啊。中国的原子能研究就是这样起步的。10年后，中国炸响了第一颗原子弹。用双手托起这个奇迹的一部分，正是这批从废铜烂铁里淘寻制作仪器设备零部件的人马。来，轻点，轻点。赵忠尧回到祖国后，进入中科院，协助钱三强参与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创建。慢点啊，赵先生。哟，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钱所长来得正好。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怎么，莫不是你赵先生什么宝贝？全部是静电加速器的配件呐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些都是无价之宝啊！我已经把它全部捐给咱们研究所了。赵先生，您说的都是真的？哎呦，这还有假？我费了千辛万苦，就是为了今天呐！咱们国家有了自己的静电加速器，我们就可以进行原子能的研究了。赵先生。这真是雪中送炭啊！搬那个吧。我们要搞原子能研究，太需要这个东西了。放好了，好，好。小张，怎么样？够了吧？齐了，齐了。啊，赵先生，这些部件是不是可以装配出一座静电加速器？有了静电加速器，我们就能开展原子能的研究了。不，没那么容易啊！静电加速器是个非常复杂的工程。我买这些部件都是东拼西凑买的，那美国掐得很紧呢。关键的部件就不让我买，就是买了也运不出来。可赵先生还是运了30多箱啊，并且就在美国人的眼皮子底下。这还多亏美国的同行啊！我告诉你们，美国的许多科学家还是有正义感的。当初联邦调查局调查的时候，有好几个同事都站出来为我做证明啊！可惜啊，可惜关键的部件还要我们自己加工。可我们现在这个条件，要装配出一座静电加速器，起码得5年，甚至10年的时间。10年用不了这么久，只争朝夕嘛。三强，你们这是、要造静电加速器，大家都来支援嘛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是哪来的？这是捡的。捡的？是这样的，赵先生，我们本来就准备要搞静电加速器，所以所长就带着我们去废品收购站捡零件。这不，这些都是从废铜烂铁里捡的。哎呀，所长你还说我是雪中送炭呢，你们现在才真的是雪中送炭呐！那好既然都是雪中送炭，那还等什么呢？干起来呀！来，等会儿，来。1953年7月27日，朝鲜停战协议签字。英勇的志愿军将士们回到祖国，举国欢腾。爸爸，志愿军都回国了，安英她什么时候回来？我都3年没她消息了。面对苦等了3年的儿媳，毛泽东心有不忍，而且亲口说出丧子之痛，对他无疑是又一次打击。他特意请来了周恩来。志愿军保家卫国，牺牲了无数英雄战士的生命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。安英也是其中的一位。
他牺牲了。怕你经受不住，这件事一直没有告诉你。你爸爸也是为了你好。阿姨，阿姨。思琪，你要节哀。你爸爸的手指都冰冷了。爸爸，你要保重。思琪，我的娃。你不要责怪爸爸，当初没有告诉你啊！不，爸爸，我不。今后，你就是我的大女儿。爸爸。主席，总干部部给彭总发来一个电报，说岸英是主席的儿子，要求将岸英的遗骨运回祖国，破格安葬在北京。彭老总是什么意见？彭老总从大局考虑，认为这样做不妥。这是彭总写给我的报告，请主席过目一下。主席，今日称首相来电，向主席表示慰问。他说，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，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。他们希望把岸英安葬在朝鲜。不能因为我是党和国家的主席，就给儿子搞特殊。恩来，你的意见呢？我同意主席的意见。岸英的遗骨不宜运回国内安葬。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志愿军烈士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，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。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，为保家卫国而死啊！死在哪里，就埋在哪里，让他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。父亲，这板门店的停战协议终于签订了。表面看，似乎是打了个平手，可我认为，这是美国人吃了大亏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父亲，这样一来，中共错失了最佳的攻台时机，台湾就算是保住了。静儿，别忘了毛泽东也是喜欢大统一的人，他不收复台湾，能善罢甘休吗？可是台湾海峡现在已经不是毛泽东的天下了，而是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天下。这话说的也是。静儿，坐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来，目前韩战是结束了，但随之而来的一定会是东西方的冷战。我们在台湾一定要有所作为。请父亲明示。
无论是确保台湾的自身安全，还是要反攻大陆，我们都必须做到知己知彼。不过，你要掌握共军驻防和武器装备的情报，这是首要的任务之一。父亲，我今天到您这儿来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我们需要共军的情报，而美国人也需要。等等，你是想让美国人帮我们搞情报？当然了，公开侦查他们是不会干的。但是我想了一个主意，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公司，而这个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军侦察中队。哦，这倒是可以掩人耳目。这个空军侦察中队由美国人提供侦察机，我们呢只出飞行员。这是我草拟的文件。我已经跟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台湾的机构谈好了，这个公司的名称就叫做西方公司。景儿，你成熟了，有战略眼光，在这件事上，你想到了父亲的前面。景儿，这个西方公司就交由你全权的负责。您放心吧，父亲。在蒋经国的主持下，台湾空军成立了黑蝙蝠中队。自1953年开始，黑蝙蝠中队开始了侦察大陆军事机密的绝密行动，由此，侦察与反侦察的较量在空中愈演愈烈。哼，又让他给溜掉了。黑蝙蝠中队一直采用的是夜间侦察的手段。他是吃准了我们空军缺少夜间作战的能力。是啊，虽然我们有一些飞行员也具备夜间作战的能力，但是眼下他们分散在各个部队，目前我们还无法组织对入侵敌机进行有效拦截。每年入侵敌机将近100架次啊，他们畅通无阻，而我们的空军只是眼睁睁地看着，没办法把他们打下来。这种局面必须尽快改变，光靠高射炮是很难把敌机打下来的。眼下必须加强夜间复杂气象条件下的战斗训练，还有情报、通讯、指挥引导能力都必须得到加强。老刘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要和这个黑蝙蝠中队好好斗一斗。钱学森在被禁止自由离境的那段日子里，另起炉灶，开始了工程控制论的研究。孩子们呢？都睡了。书写的怎么样了？还顺利。美国政府不是借口我掌握了美国火箭技术机密，不让我回到国内去。那好，我就彻底改变研究方向，开创一个新学科——工程控制论。我知道了，你这本书是故意写给美国当局看的，所以我要早点把它写完。朝鲜战争结束了，我们回国的事情可能会有转机。好吧，那你写吧。等这本书出版以后，我看美国他们还有什么借口。而且我相信，即使不搞火箭，去搞别的研究，你还是最优秀的。知我者夫人也。